变了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有问题，或者有什么你再来问吧。好，好，OK，好，好，那个刚才纠正那位朋友的站桩哈，我想到一个哈，就是刚才讲到注意力嘛。注意力是一件事情，注意力是怎么讲？注意力是最开始的，注意力是一个 sharp， 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它是周围的东西都变成平弃掉了，而变成一个探照灯一样的，只是这样的方向。这个是关注，这个叫做关注。注意，再后来我们看那个《心经》，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观，可是它是怎么见？它是照见这个菩萨是在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什么叫照？什么叫做关照？跟关注我说关注像是那个你的手电筒它是一个集中的光束，这个东西是关注，扩散开的叫做关照。那我那个东西，我集中的东西，我是不是有看到？一样看到，它在这个范围内。它在这个范围内，这个范围的东西我全部照见，我全部都照见。可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我的注意力去放在上面的，这个叫做关照。这样能听懂吗？这样能分别吗？所以关注的体感跟关照的体感不一样。关注的体感你会比较累，因为我们人你能够专心的时间讲是多久啊？不能超过几分钟？7分钟啊？几秒就超过。几秒，很短。那他们训练的可以很久。就比方讲，他们职业的弹钢琴的，他们的注意力就可以比较长当然中间也会有跑神的，所以所有的职业钢琴家在演奏的时候都会有漏音错音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注意力不能那么久嘛。可是关照不是，关照你没有去损耗你的能量。因为关照你没有向外发射，你没有去单独注意某一个东西。当我关照的时候，你们这么多人，当我关照的时候，我就静下来在我自己。可是我们的眼睛是设计的，它自然有光线，它就会这个影像它就会进来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关照的时候，它进来，你不要分析它。一般我们关注，你去注意的时候，这个影像进来，我们的头脑会去分析它，对不对？然后我注意了 Vova， 今天 Vova 来，我注意了 Vova， 看我如果是关注的话，注意了，今天 Vova 的神情好像不太对，今天的 Vova 的穿着，今天 Vova 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我有一个判断。因为我关注他，头脑有一个分析，有分析之后就会有一个判断，是不是这样子？关照就不是，关照是他来了，这个影像进来了，来就来了。我对这个影像不会做任何的分析，但是我知道它存在，这个叫做关照。所以我们的练习要从关注。你的关注那个能力有了以后，把它放开，
把它变成观照，那时候你的能量就在你自己的身上了。我说注意到我们的关节，你们开始练的时候，你要很注意力要关注到你在练的那个关节。所以我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在练习的时候你要分段，你不能一下子关注太多，你要分段。我今天就注意我的胯，你就只注意胯。你今天练这个东西，我只注意到我的垂直，这个你就只注意这个，这个是关注，晓得吗？当你每一个地方该关注到的地方，关注是干嘛？关注就是察觉它的对跟错，跟察觉它的正常状态跟不正常的状态，而你要去做调整。到你每一个地方你都关注了，确定了以后，就不要了。然后你就是当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关照是我的全部身体了，是我的全部，包括身跟心。这个是关照啊。所以我们走掌的时候，有人说你要看哪？你要看哪边？要看什么手指？你要看这个指，还是看这边？还是看这边？你一开始一定是看这边，因为你一开始要关注它。你关注什么？你关注这个到你的圆心，然后我的行动，这个有没有跳动？有没有平均？它的速度有没有平稳？你一开始要去注意这些细节，到这些东西都掌握了，它不跳动了，表示你的步稳了，你的步稳了，你的速度也稳了。这些东西掌握了以后，你就把它放开了，就不要盯着看了，你就放开。可是放开的时候，放开不是怎么讲？放开不是变得没有让注意力整个散掉，晓得吗？关照不是让注意力散掉，注意力还在，只是注意力它没有消耗能量，它是自然的接收，它自然的接收所有的东西。就像动物它在察觉附近有没有危险的时候，你觉得它是跟我们望远镜一样是盯着看吗？是它那个土拨鼠还是什么？它在那边盯，它是从这边这个点没问题，再到这个点，再到这个点，它是这样子吗？它不是，它是整个开的，因为它们的眼睛在那种时候，动物的眼睛，它那个动态视力。我们的视力里面有一种视力叫做动态视力嘛，是不是？就我在这边哪一边突然有一个动态了，我马上就会注意到，这个叫做动态视力。动态视力不是要看清楚，看清楚是什么？是那个注意力的我刚才讲，我要看到 Vova， 我要看清楚，这个时候是一种视力是什么？是把它看清楚的。动态不是，动态是放开。哪边一动，我马上察觉到，我察觉到那土拨鼠察觉到哪边一动了，它不需要去仔细的看是老虎还是土狼还是土狼张三还是老虎李四，它不用它就确定那个是危险嘛，是不是？他们只要分辨这个。我们武术也是一样，你在打斗的时候，请问是看清楚重要呢，还是那个动态视力比较重要呢？当然是动态视力嘛。所以你在对打的时候，你不能盯着他看，你不能盯着他看。那现在打擂台，你的对象只有一个人，你或许可以盯着他看，那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了。可是真正武术的打斗，你不可以盯着看，而没有看到你的周边。
所以它是武术真正是训练什么视力？是动态视力。听不懂？你要尽量放宽，然后哪边有一个活动，你马上晓得，晓得吗？这就是从 focus 从专注三角形这个力量，这个的视力到这个啊，它是阶段。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就做这个的时候，你这个你没有办法察觉得很清楚，因为你没有这个的那个怎么讲？你没有那个的专注的那个能量，你没有把它收回来，这样子能体会吗？哎，探照灯在打开的时候，它还是有东西在限制那个打开的范围嘛，是不是？它的能量还必须在这个范围内嘛，你不能说打开全部开了它就散掉了，那个光就变得弱，光就变得很弱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在 focus 的时候，我们是把那个能量先把它练集中，先把它练强，这个东西先收回来，你能够收回来了，它变强了，变能量强了，再把那个东西再放开，这样不懂？啊啊，所以这个要去注意啊。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可能是这个比较多。你看手机啊，那么近，是不是这样子？你看现在的很多东西都是把人的目光跟头脑是这种变成这种集中式的。变成集中式的啊，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时候练就要放，要把它放开的，要这样子来练，要这样来练，这样来练，你觉得你的可照范围不够大，或者你的敏感度不够，你再缩小。晓得吗？哎，这个是今天讲到那个注意力哈，跟刚才我讲那个提到的哈，关注跟关照这个的差别，我们要分清楚，没有谁对谁错，而是你要阶段性的去使用它，阶段性的去用它。你说你要打斗了，你一上来你就用这个，也不对。你一上来要用关注的，就是什么？这个人，比方他眼睛有没有杀意？有没有杀意？第二个，他的穿着，衣服里面有没有藏东西？很多的线索，你必须要是这个关注的去做一个观察。一开始要有这样的观察，然后真正要进行了以后再开。看不懂，所以这两个东西常常是在转换用的啊，这个你们自己以后练去注意一下啊就跟照相一样，你照相机你的镜头是变换的是你长镜头。你可以啪，你可以照一个东西，可一个动态的东西，你常常啪过去了以后，它一动跑掉了，你不知道它在哪了，你要再把它放宽，看它在哪里，是不是？你再进去，它动态又跑掉了，你啪再放宽，然后再锁定。实际的应用都是这样子的。好。有问题吗？哎，相关的问题。哎，以前你说过什么？风马针，你先坐或者站，它就是直的。对。我也是看从上往下看，好像别人会觉得有一点好像看不起。对吧？是为什么会保持这样的姿势？第一个，
他人正是一个坐姿的习惯，坐姿的习惯。就我跟你们讲，让你们训练的，坐的时候把那个髋关节这边一收嘛，你一收很自然，很自然就正了嘛。所以你看他们做，或者你看那个董海川祖师的那个画像，或者你看一些这些大师他做的正的时候，他的脚都是比较收进来的。你们自己做也可以注意嘛。你的脚如果是放出去的，你的身体就倒的，你身体就是塌下去的嘛。所以他的脚如果是收进来的，他的人就是正的。所以他们是养成一个习惯了，他们做的时候那个脚一定是收回来的，靠近他的什么？靠近他的中心。脚越靠近我们的中心，我们身体就越正，而我们反应的速度跟时间就越快。这是习惯，这样没懂？那他们看人啊，我师父他们看人习惯是这样子的，他们看人是这样看的，这样没懂？那是他们养出来的一个。你看那个所有的，你要学高贵人的话，就那个那种高贵人贵族类的，他们看人全都是这样看的，全都是这样看的，他不会这样看。这样看人是什么？下往上的，都是在下位的人要看上位的人。你看那个清朝贵，他看一定是这样看嘛，眼珠子往上的。那种 noble 或者他地位高的人，或者自以为地位高的人，他看人是这样看的，上往下的。那我们一般的比较礼貌的，就是平视的，那平视的也是有平视。你如果眼对眼的话，你如果眼对眼，也会有一种什么？常常会有一种不礼貌的感觉，是不是？好像眼对眼那种侵犯人的有一种侵犯人的那样的意图嘛。所以说你碰到老虎啊，碰到那种猩猩啊，你不要去跟他眼对眼，你要低下来。低下来是什么？就是臣服嘛。眼对眼是什么？眼对眼是挑衅嘛，是吧？所以这样子我们在跟别人讲话，那个眼睛就很难放啦。然后又说你眼睛瞟来瞟去，表示这个人心术不正，那人就很难啦，很难做啦，你就养成你的一个习惯嘛。那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是自傲的，他们对他们的身份，对他们的所学，对他们的师承，对他们的身家，对这些东西，对他们的历史，对他们的这些东西，他是自傲的。所以他们一定是这样的。那你如果是这个样子，你的身体一定是显得高，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在外面，你要显得高，你可以稍微这样子一点，不要太过分，让别人看到你的鼻孔。不用，你就我讲的稍微收一点，感觉有一点这样子，能够培养你自己的那个什么，你自己的气。所谓说无善养无浩然之气，一个有浩然之气的人，他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他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有浩然之气的人，他一定是这样子的，听不懂？所以这种人他不容易屈服，屈服啊，不容易 surrender， 晓得吗？所以这个是姿态上面，你们可以去研究的。所以有很多人比方讲见到刘云桥，我的朋友见到刘云桥，见到我师父，说我觉得他们好高哦，其实也没很高啊，我师父
117几、173、117几，也没很高啊，是不是？刘银桥也没很高啊，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它很高，你知道吗？什么原因？就是在姿态上面，姿态产生出来的那个气势，姿态上产生出来的气势。所以现在很多啊，我这个可以公开讲了，给他们的建议了。8级啊，学到一个坏毛病，就是头是低的。他们从一开始一起势就是头是低的，头是往下看的。所以你练拳就练不出那个气魄，你练不出那种气魄来，听不懂？就你在那边一站，你看哈，我在这边一站，我是这个样子的，是一种气势嘛。我在那边出场一站，我是这个样子的，是另外一种气势。听不懂？所以你一站出来，人家看不看得起你，就从你一站出来的姿态，人家就做判断了。然后你是这样子，然后你一练拳的时候又变成这样子，然后很多拳当中你全都是这样子，晓得吗？气势没有了。所以我跟你们讲，头要抬起来。你们常常走掌的时候啊，那个头视线太低，视线太低了，所以手放高一点，那可能慢慢手变酸了，手慢慢掉下来了，视线就变低了。没关系，你就看你的圆心啊。所以保持到最起码是平的或者平以上。我想请教一下，哎，那个头或颈部有筋通上去吗？对，有吗？当然有啊。就是怎样可以让自己比较伸展的比较自然挺拔这样。就是我说嘛，你的下巴一勾朝哪？朝你的腮帮子的方向勾，朝你腮帮子的方向这样一勾，它是这两条筋嘛。这两条筋它是这样子，这两条筋就到背去了，就是这样子，你就起来了。那它是通到我们的哪个部位？对啊，它这边这个筋嘛，是不是这样？这个筋下来到这边啊，它可以通到这个，它可以通这个，主要是在这里，主要是在这边。所以你的头为什么说要头顶悬呢？就是不要让头掉下去。你全身的筋起来了，你的头如果掉下去，背上的筋就松了，背上筋就垮了。所以我们再怎么起伏，头不可以落，头不可以掉，头一掉，筋就松掉了，筋就垮了，晓得吗？所以头不掉，底下的臀部呢，臀部不能往上挤，臀部不要往上挤。臀往上挤，头再一掉，挤压到中央去了嘛。所以是头要提，头下巴一提，轻的提起来了，然后肩椎一落，上下这样开，听不懂？啊，好，还有问题吗？没有了，那就下礼拜见。今天这个要去练哈。这样子。